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荷兰一个月的生活花费大概是多少。我是小云，在这里我会每周和大家分享生活知识、个人经验、成长学习和融入异国生活的小技巧。说到荷兰，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生活成本相对偏高的一个国家，不管是房价、房租、饮食还是一般的生活消费都被认为是偏高的。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住在荷兰中部的花费。我和我先生不是住在阿姆斯特丹，我们这里距离阿姆斯特丹大约50公里，从这里坐火车到阿姆斯特丹需要35分钟的车程，到乌德勒支只需要15分钟的车程。这里算是基础设施相当不错的一座城市。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开销都是以2人消费来计算，我们没有小孩也没有宠物。在荷兰生活最大的开销莫过于是房贷或者是房租了。我们住在一间建于1952年的老房子，房贷是每个月887欧元。我们家靠近火车站、市中心、超市、戏院等等，地理位置算是相当不错的。我们的水费是每个月25欧元，电费和瓦斯费是每个月162欧元。我查询了一下，如果你是一个人住，水费平均是每个月13欧元，电费和瓦斯费平均在120到200欧元之间。在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水电费和瓦斯费上，不管我们是用多了还是用少了，我们每个月都是付统一的价格。供应商每一年都会做一次年度总结，如果我们付多了，他将会把余额退还回给我们，如果我们付少了，那我们就得补交了。在固定的价格上，如果我们觉得太高了，那我们可以在网上自己做出调整，比如说每个月调低10欧元到20欧元都是可以的。我们的网络是每个月35欧元，但是在荷兰最常被购买的套餐是网络加电视服务，这个套餐大概需要55到70欧元，但是因为我们很少看电视，所以35欧元只限于网络。接下来就是医疗保险，在荷兰医疗保险是强制性的，所有住在荷兰的朋友都必须拥有医疗保险。一个人的医疗保险大概是110到150欧元左右。我们的医疗保险加牙医一共是每个月310欧元。如果你是一名外籍人士，你可以考虑使用 Lunzor 这一个保险公司，它是专门为外籍人士定制医疗保险配套的。还有的就是电话费，我们的电话费是每个月30欧元，和房子的保险每个月是40欧元。那交通费的话，在荷兰工作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大部分公司都会支付我们从家里到公司的交通费。然后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也很少出门，所以在交通费上真的是没有花到多少钱。而且我们有自行车，自行车是我们主要的交通工具。到目前为止，在交通费上可以说是0吧。如果你知道你将在哪一座城市落脚和你经常会往返哪一座城市，我建议你下载9292这个 APP， 在这里它将会告诉你你每一个行程的车费是多少和该用哪一种交通工具，这样你就可以算出你每个月在交通费上大概会花上多少钱了。在这里除了我们的工资需要交税之外，无论我们住在荷兰的哪一座城市，我们都需要付该城市的物业税、垃圾回收税、自来水税。如果你的房子是租的，那你无需要付物业税，物业税是以房子的市场价来计算。在这里我们每个月需要支付78欧元，这也包括了垃圾回收税。自来水税是以家庭成员人数来计算，我们是2人家庭，所以是属于2人或2人以上的价格来计算。在这里我们每个月需要付28欧元。在税务这一方面，我们每个月一共需要付106欧元。在饮食方面，我们吃的非常简单，一般都是以清淡为主，大部分的时间在家里煮的比较多。我们的早餐是麦片，午餐是面包，只有到了晚餐时间才会下厨。我们都是在 Albert Heijn、Dierijk 或者是 Oriente 这些超市购买我们的食材。在买食材这一方面，我有认真的去计算过，我们每个月大概花450欧元。周末的话，那就要看有没有出门了。在荷兰，外食是属于高价单品，比如说这一份午餐加一杯咖啡就要13欧元，但是我们还是会
会买咖啡、薯条、叫外卖等等，这样大概一个月150欧元的金额，频率为每2周一次。这样算下来的话，一个月的伙食费大概是600欧元左右，剩下的就是杂支，包括买一些日常必需用品，像是卫生纸、洗衣精、洗碗精、沐浴乳、洗发精等等，大概算每个月60欧元吧。再来的就是比较属于个人消费，比如说见朋友娱乐啊、旅游啊、理发啊，或是其他的购物消费等等。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在这一方面真的是省下了不少钱，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见朋友的机会也比较少了。这2年也没有什么旅游消费，到目前为止每个月大概就是在100欧元左右，这样总共加起来，我们2个人每个月大概的生活费就是2355欧元。如果你们想知道在荷兰不同城市他们的日常食物的价格是多少，你可以使用 Numbeo 这个网站，在这个网站里你只需要输入城市的名字，它就会列出一系列的价格，在这里的价格都挺准确的。你们也可以到超市的网站去查询价格，比如说在奥伯餐的网站，你只需要输入你想买的东西，它就会列出一系列的价格。我会把今天所有的连接都写在资讯栏里。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月入多少才足够在荷兰生活。在这里我会把它分成3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低收入群，每个月大概1701欧元。第二个情况是中收入群，比如说会计师，每个月大概3540欧元。第3个情况就是高收入群，比如说会计经理，每个月大概7200欧元。这些都是交税前的工资，那么交税后还剩下多少呢？在这里，如果你们想知道你们交税后的工资剩下多少，我建议大家用 thetax.nl 这个网站。我和我先生都有收入，所以接下来的分析将以2份收入来计算。第一个情况，低收入群，扣完税之后每个月可以得到1589欧元。如果我们2人都是低收入群，再减去我们的生活成本2355欧元，每月大概可以存下823欧元。第二个情况是中收入群，扣完税之后每月可以得到2689欧元。如果我们2人都是中收入群，再减去我们的生活成本2355欧元，每月大概可以存下3023欧元。第3个情况就是高收入群，扣完税之后每月可以得到4467欧元。如果我们2人都是高收入群，再减去我们的生活成本2355欧元，每月大概可以存下6579欧元。但是即便你是1人收入，不管你在荷兰的哪一座城市，你大概也可以算出自己的生活成本。在荷兰最大的开销不是房租就是房贷，如果你想在这一方面减低自己的负担，你可以考虑合租，在不太委屈自己的情况下减去一些娱乐和奢侈消费。我估计在荷兰一个月的1人生活成本大概在1000到1500欧元左右。其实啊，无论你是高收入群还是低收入群还是中收入群，你都可以在荷兰开启简单的生活。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也欢迎你转发和分享给更多你觉得对他们会有帮助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